上周末，一纸军方公告横空出世，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立案审查调查。张又侠，这位曾是习近平在军中最倚重的生死盟友，竟会在暮年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之名黯然倒台。张又侠为何在功名巅峰突然急转直下？他和习近平之间那段被传为佳话的红色同盟，为啥走到今日反目的结局？大家好，我是你们爱冲塔的张狗剩。今天我将带您还原这位红色将门之后从崛起到陨落的跌宕人生，从烽火年代的军功赫赫到权力巅峰的暗流涌动，层层剖析张又侠的传奇与悲剧。张又侠出生于1950年，他的父亲张宗逊是共和国开国上将，战功赫赫。幼年张又侠就成长于北京的高干大院，根正苗红，是典型的红二代子弟。同样出身红色家庭的还有习仲勋之子习近平。习近平只比张又侠小3岁，也是50后，童年都在北京度过，而且两家祖籍都在陕西关中，张家在渭南，习家在富平。他们的父辈中共元老习仲勋和开国上将张宗逊曾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上世纪40年代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习仲勋与张宗逊并肩作战，共守革命根据地，历经枪林弹雨，结下牢不可破的战壕情谊。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转入党政高层，张宗逊留在军中领兵，一个成了地方诸侯，一个镇守国防，彼此忙碌却私交甚笃。革命年代同生共死，建国后守望相助，这份情谊一直延续到儿女辈。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骤然席卷中国，红色世交也未能幸免。政治狂风中，两位几乎同时倒下。习仲勋早在文革前就被整肃，10余年身陷囹圄，饱受折磨，甚至习近平同父异母的姐姐习和平都在迫害中含冤自我了结。张宗逊则因与遭批判的彭德怀交好，被造反派扣上彭德怀黑干将的帽子，惨遭批斗抄家。一夜之间，昔日威震战场的开国将军沦为牛鬼蛇神，蒙冤受辱。年仅10几岁的张又侠亲眼目睹父亲的功臣战友纷纷被打成叛徒，父亲本人也几乎被整死，党中央翻脸无情。这种荒诞与凶险，张又侠看得真切。那场政治风暴在少年张又侠心中埋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家族荣光可以瞬间清零，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他自小便刻骨铭心。高压年代为求自保，18岁的张又侠在1968年的时候参军入伍，奔赴遥远的云南边疆当一名普通士兵。当时云南边境条件极其艰苦，粮食和蔬菜奇缺，战士们常年以糙米和霉变干粮果腹，副食只有土豆和咸菜。老兵们苦中作乐，边顺口溜，早上土豆烧，中午烧土豆，晚上土豆汤，几乎同一年。15岁的习近平也因为父亲蒙冤而被迫上山下乡，背起行囊到陕北黄土地插队，去扛不知道多少斤的麦子，走10里山路去了。就这样，一个奔赴南疆戍边，一个远走北国插队，两位世交子弟在风暴年代被命运扯向天南地北，各自艰难求存。时间荏苒，老毛终于挂了。78年，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开始，习仲勋平反复出，而饱经摧残的张宗逊则逐渐退居二线，安享晚年。1998年9月，90高龄的张宗逊在北京病逝。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习仲勋没有露面，但张宗逊逝世时，85岁高龄，拄着拐杖的习仲勋坚持亲赴八宝山，送别老战友最后一程。这一幕足见两家情谊之深。很快，张又侠将踏上风云变幻的军旅征途，为这段红色世交续写新的篇章。侠哥，你爹真厉害，又去打仗去了，不像我爹天天就会管个后勤。你爹也挺厉害的呀。对了，侠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呀？我以后也想做像我爹那样的将军吧，可以带兵打仗。饼子，那你以后想做什么呀？我想想啊，我这么崇拜你爹，那以后我的梦想就是当你爹吧。等等，看完日出我就打死你。我们进入1970年代末的中越边境丛林，那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即将把29岁的张又侠推上人生首次高光时刻。1978年底，中共和昔日盟友越南的关系跌至冰点，河内倒向苏联，又出兵占领柬埔寨。邓小平决意教训这个忘恩负义的邻居。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中越边境炮火连天。当时张又侠是云南军区第14军40师119团的一名连长，随部队开赴前线。中方战场资料记载，张又侠所在部队奉命攻击越南黄连山省老街市一带要点。开战当天拂晓，中方上万大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多路越境进攻。张又侠跟随连队翻山越岭，向越方纵深挺进。起初战斗进行得较为顺利，但很快他们碰上硬茬，越军凭借熟悉地形和坚固工事顽强抵抗。
在攻打一处越军死守的高地时，中共军队连续冲锋数次都被压制下来，伤亡惨重，战斗陷入焦灼。危急关头，身为连长的张幼霞挺身而出，他主动向团首长请缨，要求带一支小分队从侧翼迂回，奇袭敌阵，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团长眼下正一筹莫展，遂同意一试。结果这支骑兵果然绕到越军侧后，趁着夜色摸进阵地，猛然发起突袭。高地上的越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中方正面部队乘势猛攻，里应外合，一举拿下高地。他所在部队后来也被授予集体一等功。当然，这是美化的官方技术。1979年的中越战争并非一路高歌，反而暴露了解放军诸多短板：指挥欠专业，后勤跟不上，装备落后。西方主流研究估计，中国军队在不到1个月的作战中，伤亡可能高达2到3万人，其中阵亡达7000人。如此惨烈的代价，换来的只是短暂占领越南北部几个省，又主动撤军的结局。教训小弟远没有想象中轻松，反倒成了一场充满教训的血战。张幼霞本人虽然因作战勇猛受嘉奖，但亲历尸横遍野，目睹众多袍泽牺牲，也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现代战争的残酷与复杂。战后不久，他被调任119团作训股股长，同年又升任119团参谋长，开始在更高层面参与部队训练和作战筹划。从1979年那场血与火的淬炼开始，他的军旅生涯仿佛开挂一般，经验值飙升，仕途扶摇直上。时间来到1984年，中越边境局势依旧紧张，双方在云南老山、者阴山地区持续拉锯。当年4月，解放军发动收复老山、者阴山的战役，时任14军40师119团团长的张幼霞率部投入老山地区鏖战。这场战役规模不小，是1979年以来中越双方最大的一次高地争夺战。张幼霞作为前线团级指挥员，带领部队参加了多次攻防作战。他所在的119团连日血战，成功夺取并坚守了多个战略高地，为整个战役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据中国军方可能掺水的资料披露，1984年4月28日老山战斗中，张幼霞指挥119团强攻662.6高地，仅用7分钟就夺占山顶，随后2小时内连克越军18个阵地，打通了攻占主峰的通路。战后，他再次立功受奖，被正式授予了个人1等功。119团也被中央军委授予老山英雄团荣誉称号。这一仗，张幼霞可谓一战成名，他成为全军少有的实战派青年指挥官，与同时参战的刘跃军、赵宗奇等并成为那一代的战将。这些在80年代浴火而生的青年军官，后来大多走上高级将领岗位。张幼霞作为其中翘楚，加之出身根红苗正，更被视为军中虎将，前途不可限量。老山战役结束后，张幼霞职务水涨船高。1984年，张幼霞升任40师副师长，1990年出任师长，晋升师级主官。当时他年仅40岁，但风光背后也有新的暗流在酝酿。官场沉浮从来不是一条直线，有时起起伏伏，有时起起伏伏伏伏伏。进入90年代，张幼霞的人生陷入了一段高开低走、漫长等待的时期。按理说，以他的资历与功勋，本有机会更快跻身更高层级，但现实却让他一等再等，屡屡错过晋升良机。我们来看看张幼霞的履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他担任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某师师长，后来调任驻重庆的第13集团军任职。1994年，张幼霞升任第13集团军副军长，跻身副军职。几年后又担任代理军长。然而，直到2000年8月，他才被扶正为13集团军军长正军职，一方野战军主官。表面看已经很风光了，然而问题在于，他在这一层级上原地踏步了太久，整整10年没有更上一层楼。90年代可是江泽民主宰军队的时代啊！江长军后大胆提拔重用许多新人，一批将领火箭式上升，张万年、迟浩田、曹刚川这些人在90年代青云直上。后来权倾朝野的郭伯雄、徐才厚之流也在江时代平步青云。可张幼霞却在集团军军长的位置上一坐多年，眼睁睁看着那些资历平平甚至没上过战场的同僚一个个坐上火箭，而自己却屡屡与晋升无缘。背后原因绝非一句他清高不愿同流合污能解释，实际真相要冷酷得多。当时的政治棋局里，张幼霞就算愿意抱着黄金做成的江泽民像去敲郭伯雄或徐才厚的门，那扇门恐怕也不会为他打开。为什么？因为在江泽民执掌军委的15年里，选人用人形成了一套隐秘的防御机制。那个时代的军队高层几乎清一色出身寒门，木有红色背景，从郭伯雄到徐才厚全都家世寒微。这并非巧合，而是老江有意为之。对于一位文官出身的领袖来说，那些没有后台的屌丝将军才是最安全的家臣，他们的荣华富贵全系于统帅一人，离了权力中枢便一无所有，因而对主子绝对忠诚。反观张幼霞，他身上的红二代光环在那个特定时期反而成了最大的政治负资产。作为开国上将之子，他背后站着庞大的西北野战军老干部人脉网，
这种少东家式将领独立资本族，傲气也重，极难被驯服。郭伯雄、徐才厚这些人敢收普通军官的钱，因为收了钱就能把对方变成言听计从的马仔，但他们不敢收张幼霞这种人的钱，人家是我党股东的后代，一旦让他进入核心决策圈，不但难以驾驭，甚至可能喧宾夺主，威胁到当时经理人治军的格局。于是在江时代防洪二代的潜规则下，张幼霞注定出头无门，只能困守西南一隅，长期坐冷板凳。仕途受挫的他选择闷声发大财。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就等着老江凉。峰回路转终于到来了。世纪之交之际，形势悄然生变。2002年中共16大，江泽民开始交班，接班人胡锦涛走马上任，但胡面临的是一个被江系将领盘根错节控制的军中版图。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要害位置几乎全被江派亲信把持，尾大不掉。胡锦涛急需寻找突破口，而在西南边陲蹉跎10年的张幼霞悄然进入了他的视野。在江时代被边缘化的张幼霞，恰恰成了胡锦涛眼中政治清白的理想人选。2005年，一场关键的人事调动发生，张幼霞奉调进京，出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这个任命大有深意。北京军区负责首都防务，向来是江系将领盘踞之地。张幼霞空降京畿，不仅打破了郭伯雄们对京城军权的垄断，也标志着这位蛰伏多年的西南战将正式与胡锦涛结成了君臣同盟。接下来2007年，张幼霞更进一步，跨区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主政东北劲旅。沈阳军区战略地位重要，张幼霞坐镇北疆，上屉湖看守了中国北大门。2011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跻身将官最高军衔行列。2012年10月，他接替常万全出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同年11月，在中共18大上当选中央军委委员。这些任命意味着张幼霞迈进了军委决策层的大门。在晋升中央军委前夕，张幼霞还去美国逛了一圈。2012年5月，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张幼霞随同国防部长梁光烈访问美国，进行为期1周的中美两军交流。当时陪同的一位美国官员德鲁·汤普森后来撰文回忆，在访问美军本宁堡基地时，张幼霞兴致勃勃地亲自试射美军的机枪，对美国的武器技术和作战学说接连发问，展现出远超随行中共将领的见识与胆识。汤普森感慨说，许多解放军高层平日只会背诵党的教条，与外国打交道畏首畏尾，如同木偶，而张幼霞因为上过战场，反倒多了一份谦逊。他甚至被汤普森认为是唯一敢于客观向中共最高领导提供军事实力真实状况和战争代价评估的现役将领。所以这样一位见过世面、头脑清醒的战将，无疑更加深了胡锦涛和后来习近平对他的欣赏。话说回2012年深秋，那会儿的风云可谓是诡谲到了极点。习近平虽然接过了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权杖，表面看是新一代最高统帅，但说实话，那时候他坐的那个位置底下全是地雷。前朝留下的郭伯雄、徐才厚这两个江派大管家，那是经营多年，党羽遍布，贪腐烂到了根子里。对于长期在地方任职的习来说，面对这么一个烂摊子，他急需一把快刀，一个绝对忠诚又能镇得住场子的自己人来帮他清理门户。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幼霞的角色就显得太关键了。这可不是一般的上下级，这两人是有着父辈生死之交、红色血统的世交兄弟。张幼霞那时候刚刚跻身军委，执掌总装备部，简直就是老天爷送给习的带刀侍卫。这哥俩一拍即合，这出整军大戏立马开场。习掌权后的第一刀，直接砍向了郭伯雄和徐才厚。这两座大山一倒，腾出来的不仅是位子，更是军权的真空。这时候，张幼霞这批实战派红二代终于从边缘走向了舞台中央。到了2015年军改，张幼霞坐镇新组建的装备发展部，这可是个肥缺中的肥缺啊！很快在2017年19大，张幼霞迎来了仕途的关键飞跃，当选中央军委副主席，进了政治局。从这时候开始，这位西北虎可就真的抖起来了。升任副主席后，张幼霞位高权重，名义上分管全军日常军事工作，但最核心的是他手里依旧紧紧攥着武器装备这条命脉。军队现代化说白了就是烧钱换装备，上千亿的军费往哪儿投，新式武器的大单给谁，全凭军委拍板。而在这个领域，张幼霞那是呼风唤雨了几十年，几乎是一言九鼎。这种绝对的权力，在中国就自然就滋生了绝对的腐败。表面上是现代化的装备王国，暗地里呢就是一个封闭垄断的独立王国。为了把这个钱袋子守得死死的，张幼霞花大力气培植了自己的装备系核心圈子。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后来那个倒霉的国防部长李尚福。李尚福那是航天世家出身，技术大拿。张幼霞在总装的时候就看中了他，视若左膀右臂。2014年力荐他当总装副部长，摆明了是当接班人培养。果然，2017年张幼霞一升副主席，
立马就把装备发展部部长的印信交给了李尚福，这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航天装备系利益集团。李尚福成了张在前台的大管家，这肥水不流外人田。除了搞装备，张幼霞还在军中织了一张庞大的实战派关系网，这可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资本啊！比如刘振立，虽然他和张幼霞参战的批次不同，但都是在老山前线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一等功臣。当年张幼霞是1984年主攻老山的英雄团长，刘振立则是1986年在前线坚守1年多的王牌侦察连长。在如今讲究和平击毙的解放军里，这种极其稀缺的实战履历让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普通上下级的天然默契。张幼霞作为军中老大哥，对同样有血性有战功的刘振立格外器重。2022年刘振立晋升并执掌联合参谋部，这相当于把解放军作战中枢的钥匙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小弟。你看这盘棋下得有多大？张幼霞自己坐镇军委中枢，李尚福给他管钱管装备，刘振立给他管打仗指挥，再加上他的旧部坐镇西部战区，亲信安插在后勤保障部，甚至儿子在陆军研究院，女婿在国安系统，人脉盘根错节，水泼不进。然而就在张幼霞这西北红二代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军委内部另一股势力也在悄悄地疯长，那就是苗华的正宫系。苗华是正儿八经的福建帮，习当年在福建任职时的嫡系。2017年苗华接手政治工作部，虽然职位比张幼霞低半格，但他手里握着的可是官帽子。俗话说谁提拔谁，谁就是谁的人。以前郭伯雄、徐才厚就是靠卖官鬻爵横行的。苗华接手后，虽然可能拿钱的路数不一样，但培植势力的逻辑是一样的。苗华利用自己掌管人事升迁的大权，特别是他在海军和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的老底子，悄无声息地编织了一张东南网。你在前台搞装备、搞演习，我在后台管思想、管帽子。苗华这一系隐约成了所谓的苗家军，跟张幼霞的装备实战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这一明一暗两股势力终于在2022年的20大上彻底摊牌。按理说张幼霞年龄到了，该退了。苗华野心勃勃，盯着副主席的位子很久了，但结局却让所有听床师大跌眼镜。张幼霞竟然打破常规，超龄连任了军委副主席。那苗华呢？最讽刺的是，他不仅没能更上一层楼，反而眼睁睁看着副主席的空缺被何卫东填补了。何卫东同样出身福建背景，算是苗华的半个老乡，但此人直接跳过好几级，一下子顶替了退休的许其亮，空降成为军委第2副主席。于是20大后，军委高层形成了一个极其微妙、火药味十足的格局。一边是张幼霞这位年长的红色虎将，位极人臣，手握作战和装备实权，带着一帮老山兄弟和装备亲信在前台呼风唤雨，频频出访俄罗斯、越南，风光无限。另一边是苗华，这位东南干将虽然没当上副主席，但依然坐镇政工中枢，掌握着全军干部的升迁命脉，在后方悄然织网，时刻盯着对手的漏洞。而那个新上来的何卫东更像是一个平衡木，代表着福建帮分走了副主席的权柄，让张幼霞不能独大，也让苗华断了念想。更别忘了平平身边还安插着一位不显山不漏水的裁判，军纪委书记张生民。作为军队的反腐沙皇，张生民也是陕西老乡出身，和习近平渊源深厚。此人自2017年进入军委以来，一直负责纪检监察，是习家军安插在军中监督诸侯们的眼线和刀把子。换句话说，在张幼霞 vs 苗华的龙虎斗背后，张生民悄然握着尚方宝剑，确保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就这样，习近平搞出了一个南北并立、此消彼长的双雄布局。张幼霞管硬的枪炮，苗华管软的思想人士，两人表面共事，背地里互为掣肘。而张生民的纪检刀悬在空中，三不五时来上一计。当两虎相斗而又斗而不破时，最后的赢家永远是居中坐镇的那位大统帅。这就是赤裸裸的权力游戏，谁都别想一家独大，谁都得看皇上的脸色行事。时间到了2023年盛夏，就在大家以为军委班子稳如泰山的时候，一声惊雷在解放军头顶炸响，火箭军出事了，而且是塌方式的惊天大案。这支部队什么分量？那是手里攥着核按钮的王牌军，国之重器啊！结果到了7月份，司令李玉超、政委徐中波连带着一串副手，竟然像变魔术一样集体人间蒸发，没过多久就被证实一锅端了。更要命的是，外媒像彭博社这种直接爆料说，这不仅是贪腐，更是彻头彻尾的豆腐渣工程。中国的洲际导弹燃料以次充好，甚至连导弹发射井盖都因为偷工减料打不开，这脸简直丢到了姥姥家。这事儿对谁打击最大？毫无疑问，分管全军军事建设，又是红二代老大哥的张幼霞。火箭军是张幼霞手里的一张王牌，如今这张牌烂在了手里，张幼霞可以说是如坐针毡。这一大逼斗打的直接打懵了他。就在张幼霞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
对手的第二刀紧接着就捅过来了，这一刀既准又狠，直插心脏。2023年8月，刚当上国防部长不到半年的李尚福突然失联，2个月后靴子落地，被免职查办。这一幕把所有人都看傻了。李尚福是谁？那可是张幼霞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嫡系爱将，是他一手从总装提拔上来接班的装备系大管家。更绝的是，军纪委随后发的那条通告，自少事大，倒查近10年装备采购领域的违纪问题。各位听听，倒查10年这4个字简直就是图穷匕见。您拿出小本本算算，从2012年算起，这10年谁在管装备？先是张幼霞当总装部长，后来是他当军委副主席分管装发，再后来是他亲信李尚福接班。这10年，那就是张幼霞一个人的装备王朝。这哪是查李尚福啊？这分明就是拿着枪指着张幼霞的脑门子在查。这局棋背后，东南派的权力投射轮廓已清晰可见。苗华与何卫东等人通过精准的政治狙击，成功收紧了权力口袋。更可怕的是，这事儿动摇了皇上的心。习近平本来就多疑，看到火箭军这种糊弄鬼的烂事，再看着李尚福那个深不见底的采购黑洞，他心里能不犯嘀咕吗？他开始怀疑，这个跟自己从小玩到大的霞哥，是不是也在搞独立王国？是不是为了捞钱，连平平收复台湾的梦都不管了？这种信任危机，才是张幼霞面临的最大噩梦。书记不好了，快过年了，这帮刁民都发现自己今年分币没挣到，要准备闹事儿了。可恶，糊弄不过去了吗？不行了，咱们都这么糊弄了3、4年了，年年都说明年经济要上行，那没办法了，只能转移一下矛盾了，召集现在能用的人手，准备收复台湾。行，那我给你邀人去。总书记，您找我？我不是说叫人打台湾吗？咋就来了你一个？其他人该抓的抓，没抓的等着被抓。就我今天有空。行吧，那你有经验吗？不是，总书记，就咱俩人，有啥也没用啊。你放心，寡人这次要御驾亲征，怎么可能没准备？我们俩先打入敌人内部，探明情况，到时候我给这边人打电话，和他们里应外合。你好，我看你们拿着旅游签证，是来旅游的吗？我们是来占领台湾的，先入境看看台湾情况。不是来旅游的呀？那你们是法轮功吗？不是，我们是共产党。啊！来人给他们带走，罚他们5年不能入境。哎，总书记，松手！我们是不是失败了？但是各位别忘了，张幼霞那是上过老山前线的人，她能坐以待毙吗？被逼到墙角的张幼霞终于露出了獠牙，开始了绝地反击。既然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你查我的装备系，那我就查你的政工系。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风向突然变了，军中开始疯传苗华出事了，说他在海军和老部队里的旧部手脚不干净，甚至连苗华家里人都卷进去了。这是张幼霞方开始对苗华的东南网进行反向收网。这一回轮到苗华倒霉了。2024年11月，官方低调宣布苗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停止审查。紧接着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苗华的心腹东部战区原司令林向阳、联合指挥中心主任王希新，这帮有着鲜明第31集团军标签的东南派干将一个个落马。这意味着苗华苦心编织多年的那张东南人事网被张幼霞连根拔起，撕得粉碎。到了2025年6月，69岁的苗华被正式罢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这还不算完，这把反腐之火最后烧到了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身上。2025年10月，作为苗华盟友的何卫东也突然从公众视野消失，随后被免职查处，和此前李尚福失联的剧情如出一辙。如此一来，军委高层呈现出一副诡异的政治图景。频频在20大上精心布局的梦幻军委班子，仅仅在2年多的时间里便宣告分崩离析，核心架构几近坍塌。若我们细致梳理2022年选出的第20届中央军委阵容，除了身兼军委主席的最高领导人以及军纪委书记张生民之外，其余5位军委委员全部玩完。主管装备发展的李尚福黯然落马，掌管全军思想政治工作的苗华，以及身为副主席的何卫东也接连卷入风暴眼，最终难逃被清洗的命运。当时光行至2025年岁末，随着政治硝烟逐渐散去，外界愕然发现，在这片权力洗牌后的废墟之上，张幼霞依然岿然不动。这位出身红二代、拥有实战经验且一度被传闻遭遇倒查10年压力的老将，竟在残酷的内部清洗与权力博弈中熬过了所有竞争对手。他不仅未被波及，
反而在何卫东倒台后，成为了在军委副主席这个位置上硕果仅存的元老，独自支撑着军队的门面。与此同时，最高层为了迅速填补权力真空并稳住局面，不得不进行了一次打破常规的火线提拔。在2025年10月的4中全会上，长期执掌军纪委刀把子的张生民被破格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接替了何卫东留下的空缺。这一人事变动极具政治信号意义。这位曾以反腐为名清洗同僚的军纪委书记，摇身一变成为军委仅次于张又侠的实权人物，也成为了最高层身边唯一信得过的护法。表面上看，张又侠似乎是大获全胜，他熬走了李尚福，见证了火箭军的覆灭，甚至看着昔日的搭档何卫东、苗华一一倒下，自己笑到了最后。平平也通过提拔亲信张生民，看似成功重组了绝对忠诚的核心圈层。然而，在空荡荡的81大楼里，这位最后的幸存者张又侠恐怕难有胜利的喜悦，反而会感到彻骨的寒意。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清洗，不仅清除了他的潜在政敌，更彻底摧毁了军队高层的政治互信，也剥离了大统帅心中最后的一丝安全感。当反腐的利刃已经砍光了身边所有人，剩下的唯一幸存者变成了最显眼的目标。此时此刻，一张更大、更无形且更为紧密的罗网正在暗处悄悄向这位老将收紧。2026年新年刚过，腊月寒冬的一天，已无回头路可走，一场罕见的高层清洗，如蓄谋已久的风暴，终于以雷霆万钧之势降临在张又侠头上。1月24日，中国军方官方报纸《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张又侠、刘振立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对军队政治建军、政治生态和战斗力建设造成极大破坏，对党、国家和军队造成极为恶劣影响。激烈的用词意味着习已下定决心，要亲手解决这位昔日的红色盟友张又侠。顷刻间，张又侠苦心经营多年的红色权力帝国土崩瓦解，他本人也从权倾一时的功臣瞬间沦为阶下囚。曾几何时，张又侠是习家两代革命交情的见证者，习对他既倚重又感情深厚，可最终伴君如伴虎的宿命还是降临到他头上。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古人诚不我欺。当年他协助习肃清军中异己，重塑军权，立下汗马功劳，如今也逃不过磨刀甚快、杀驴宰马的下场。数十年前，少年张又侠目睹父辈悲剧，已知伴君如伴虎之险。数十年后，这位年迈的红色将军终于再次品尝到了这个道理的辛辣滋味。在绝对权力的游戏中，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和恐惧。昨日的刀俎终成今日的鱼肉。喂，侠哥，你告诉我，你到底贪了多少？我还能想办法。瓶子，哥不傻，贪多少重要吗？哥，是碍着你事儿了吧？ We were kids in the same torn shoes, shared a room, shared every bruise, called each other brothers, swore we'd bleed as one. Now your name tastes sharp on my tongue. Is your throne more important than me? Tell me, was it worth what you set free? You used to stand right here on my side. Now I'm staring at a stranger's eyes. You were my brother. Can't you see? Is your throne more important than me? I remember when you shook my hand, said it's us against the world we'll stand. Then you chose a crown, let the silence spread. Every word you never said sits heavy in my chest. Is your throne more important than me? Tell me, was it worth what you set free? You used to stand right here on my side. Now I'm staring at a stranger's eyes. You were my brother. Can't you see? Is your throne more important than me?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又侠、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让哥走，没事儿，但是咱能先别打仗吗？我怕你。不行，台湾必须是我的。Carrying the whole.
寡人这大殿之上，为何空无一人呢？